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，只需一周。做件好事，却遭飞来飞去；所谓恶人，却安然自死。这一切皆是因果，命运掌握着世间万物，或者叫它自然为之。你问我是怎么了然于胸的？诸君请坐，一切都要从那天说起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头好痛，我穿越了。小施主，你命中有一劫，但也有一贵。封建迷信，抱歉，我是唯物主义者，不信这个。马克思说过，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，其他都不科学。一个老道士跟我讲马克思，这未免也太玄幻了吧！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。施主福泽深厚，我已帮你开了天眼了。这些，我们是处于一个世界的吗？人呢？日后你可用这天眼测凶吉、避祸端、普度众生。天眼，超能力吗？不对，我可是坚定的唯物主义，肯定是做梦的。我女儿不能出门，一出门就吐，跑遍了医院也没查出来什么病症。你女儿命中有一劫，这骗子话术都一样。我已帮你开了天眼，日后你可用这天眼普度众生。如果真的能帮到你人，巧了，我也会算一二。那太好了，可以请两位先生去家里帮忙看看吗？真是经济下行。我一个心理医生假扮紫袍，这活都有人来抢着干了。哼！这丫头怎么又不开灯？你是不是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？不能。那你能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？不能。那你能不能……你能不能离开我家？开天眼。真的看见了。这天眼有点东西。正南开大门，布局中规中矩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哼，毛头小子会看什么？简直是胡扯！小兄弟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啊？我可以单独跟你女儿聊一下吗？当然，我带你去她房间。我这个孩子呀，真的是，你沟通一下就知道了。这就是古拉的房间，那你们聊，我去给你们准备点水果。天眼开。
我能看到鬼，你信吗？那你在我家看到了吗？没有。你倒是诚实。那你可以走了。可以打开窗帘吗？我不喜欢太亮。这个古拉，除了看起来阳气弱一点，没什么大问题。你看也看，问也问了，可以走了吗？当然可以。那你先告诉我，为什么不出门？恶心！为什么恶心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在外面呼吸进去的每一口空气，都是刚从别人嘴里吐出来的？啊！一想到刚吸进了一口气，是从旁边邋遢的胖大叔嘴里吐的，我就忍不住想吐。这小姑娘脑回路是真清奇啊！看来不是中邪，这是精神洁癖。你说这是不是很恶心？我不出门，难道还有错了？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这么回事啊。不光有嘴里出来的，还有屁股里出来的，又被你吃了。这是啊，没事没事，不用管，你忙你的。古拉，我跟你开个玩笑，怎么还当真了呢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这不会是以毒攻毒吧？你比我爸找的那些庸医还狠啊！我有办法治你的病。你才有病！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点精神疾病，抑郁症、强迫症、精神分裂、妄想症等等。其实没有人可以控制住大脑，也就是俗话说的想太多。你这话说的好，听起来很有道理。看来我不是另类啊。那你不会因为大家都有病，就不想治了吧？说的你能治似的。你真的能治？先试10分钟呢？那就先信你10分钟。不好用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你试着把注意力放到你依次看到的颜色或者形状上。这个楼是长方形，那个屋顶是三角形，路灯的颜色是黄色。只要注意力集中在别的事情上，就会遗忘所谓的病症。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，就会充满力量；放在虚无缥缈的想法上，就会陷入梦里。我懂了，悟性真高，是吧？就觉得我是小仙女，充满灵性的天才。对，天才和疯子一线之隔。傻乎乎的人肯定不会去研究呼吸的空气是从哪里放出来的。美好气氛的破坏者。陈总，您看，我就说没用吧。你女儿这症状必须马上住院治疗。让你讽刺我！哎呀，老爸，我头好晕啊！王三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这小姑娘还真是古灵精怪啊！陈总，真不能再耽搁了。我算过了，你女儿这症状的破解之法，必须马上去城西医院办理住院。啊，需要治疗多久？少则3年，最多5年，我保证一定能痊愈。怨气这么重，3年？我看你是拿了城西医院的回扣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既然这样，我也不装了。我是专业的心理医生，算卦只是我的副业。我好像好了。比起他，我更讨厌你。你赶紧从我家离开啊！这是我的名片，一定要来。你要相信科学呀！
是我家风水有问题吗？风水没什么大问题。那古拉他，他就是太聪明了，想法是看不见的，为阴，阴太多，阳就少，他又不开窗帘，阳就更少，陷入恶性循环。那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多拉开窗帘就好了吗？需要请一些护身符或者风水物件吗？只要效果好，我都愿意做。什么都不用买，《黄帝内经》讲病不许治者，病必不治，治无功矣。他唯一的问题就是想太多，相反，少用脑就行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这个您收下。哇，大红包！喂，什么？我们马上过去。三河先生，我姐姐家的女儿阿英做产检，医生说孩子胎心不稳，你方便跟我们一起去吗？既来之则安之，老道士居然没骗我，有了这天眼，没准还真能帮上忙，还能赚钱填饱肚子。好吧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看。姐，这是三河先生，古拉就是他帮忙调整好的。请三河先生费心，帮忙看一下我女儿的情况。天眼开！金色。徒儿，此人功德文明显，自西宫有小横纹，经常积德行善，是个有灵性和福报的人。唉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还有，谁要拜你为师了？我之前检查都挺好，今天医生却说情况有点复杂，会不会……怀孕之后，你有没有遇到会影响胎儿的事情？我炒过一次菜，炒菜的时候炉灶的高度刚好在腹部，当时有一面闪过。孕早期胎儿怕高温，这算吗？一念闪过是心的感应，再后面的分析是大脑的推理，心比脑的维度高很多。什么意思？还有其他事吗？我朋友从国外代购零食，不但给我收了零食钱，还把他的路费算在我头上。这件事情让我很伤心。听说孕妇心情不好，对胎儿也有影响。不错，你能想通这些，领悟力很强。原来不经意间影响了胎儿这么多，难怪医生今天让转到中心医院检查，怕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不用着急，这个宝宝是个报恩宝宝，是菩萨转世。那你的意思是报恩宝宝不好？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福祸相生，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。报恩是因为他曾接受过你的恩惠，此生特来为你挡灾。三河先生，我还是听不太懂。举个例子，你们家里是不是有谁心脏不好？我爸爸心脏不好。那有没有发现最近好了一些？没错，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。前天去医院有了特效药，打了2针之后好多了。你是说，是因为宝宝？你先去指定的医院检查一下，根据你们的决定，我们再说接下来怎么调整。这张支票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感谢，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，随时开口。好，没问题。三河先生，我今晚要去见一位禅师，据说是活佛转世，他的声音有特殊能量。超凡的能力？难道说无忧禅师帮助过很多人恢复健康，而且不故弄玄虚，很接地气。你要不要一起去交流一下？那我真是有幸了。无忧禅师来了！禅师来了！无忧禅师，好久不见了，大家都好吗？好。
听大家中气十足就知道这是真的好。我再给大家加油。好！这难道是声音的力量？振动频率和人体器官振频相近，产生共振，干扰了身体系统的功能，所以会影响到精神状态。大家可以慢慢睁开眼，感觉怎么样？现场没有了之前的激动，仿佛被一股神秘力量洗礼，内心充满平和。感恩师傅。每次听完诵经，都感觉心里舒服很多。科学证实，声音是有形状的，这个跟著名音乐一个道理。诵经的声音平稳，有安神的效果。念经、念佛号、念咒，会经常用到俺阿訇，分别作用于头、口、心，调和阴阳，使精神振发，震动内脏气脉，清理腑脏，震开脉结，促进新陈代谢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怎么感觉冷飕飕的？喂，孩子怎么了？古拉眼睛不舒服，红红的，好像是生了麦粒肿。我马上回来。红线绑在中指根部，1个晚上见效。我知道一个偏方，可以试一下用红线绑在中指根部，轻轻系上就行。不要太紧，正常1个晚上就会有效果。多谢大师，我先回去看看情况。新店开业大酬宾，来看看运势吗？先生真有眼光，算下财运。三河先生，太感谢了！我女儿今天早晨起来，眼睛全好了。大叔真很没有礼貌啊，喂！不用客气，我毕竟还年轻。我现在有理论缺实践，要细算的话，还是我沾了您的光。跟你这样豁达的人交流，真让人舒服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阿英的产检结果出了，各项指标都不正常，医生建议把孩子打掉。今天有空去看看吗？可以。这个叫王三河的人真的这么傻吗？三河先生，医生说孩子发育不太好，不一定能生下来。你们怎么打算？健康很重要，医生都说了，指标不正常。眉间有数纹玄真纹，性格刚毅，乳干火旺，正卦乳干也代表产子，所以玄真纹也叫燃子剑，不利长子，第一胎一般留不住。我尊重阿英的一切决定。孩子小不懂事，你一大把年纪也分不清轻重吗？可他毕竟是一个生命，我想把他生下来，尊重他原本的生命轨迹。简直是胡闹！身体不好，你知道孩子多遭罪吗？医生不也说了吗？指标只能做参考，指标不好的也可能是健康宝宝，指标完美的也可能不健康啊。这个指数并不是100%的。难道没有办法救下这孩子吗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师傅，哎呀，你终于肯当我徒弟了，我就将这本血滴笔记传授给你，里面天哪！
原来如此。不管怎么样，他现在还活着，我想让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一辈子。既然大家达成了共识，那我从佛、医、道3个层面聊一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一切都有因缘，我们可以用现在的果去影响未来的因，从而改善未来的果。啊，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调整。首先，注意睡子午觉，晚上和中午12点前后，尽量休息，闭目养神，同时多读经，安心静神，对你和孩子都有好处。只要对宝宝好，我都愿意做。念经为什么会帮助到宝宝？先不讲消业障、积福报这事，单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生物学家已经证实了，人的念头可以影响基因表达。我上学时学过，粒子不断分解，会分成夸克，最后变成光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刚刚说的万法皆空？这还是玄学吗？怎么跟科学一样？你们觉得是科学，那就是科学；认为它是玄学也无妨。用不透光的窗帘把卧室的大衣镜盖上，用的时候才打开。大衣镜家家都有，这有什么问题？镜子没有好坏之分，它的强反光能破气，也就是常说的化煞，同时也能聚气。但无论哪种情况，都不适合经常对着体弱的人。家里的刀剑和猛虎图也要收起来。那桃木剑是辟邪的。对，但同样不适合体弱的人。还有，厕所代表浊气，不宜太大，尤其是卧室里的，而且卧室也不宜过大。这是什么原因呀？很多人都喜欢大房子、大卧室，带独立卫生间的。举个例子，故宫很大，但皇帝的卧室却非常小，床更小，宽只有1米多。为什么？店大欺客，屋大欺人。如果说有2个房间，一个有体育馆那么大，一个很小，只能放得下1张床，你愿意选哪个睡觉？好像小的更舒服。体育场那么大，没有安全感。就是这个道理。还有一点，风水上讲究南低北高。古代生活条件差，北边有山可以挡北风，南方宽阔，夏天可以进凉风。现在门窗密封性好，又有空调，还讲究南低北高吗？从卦象，阿阴家属于离火卦，火气太旺，容易伤心脏，与人有冲突，身上容易发炎。这可怎么办啊？这简单，照我说的做。然后阿英的卧室再换一间小一点。老陈，最近忙啥呢？哟，这么多人啊！哦，大飞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特意请的大师丹河先生。神棍，你可别被骗了啊！三河先生，这位是我朋友大飞，人不坏，就是性子比较直啊。果然是直爽的人。这大飞刚来，我如果现在走，他不走，难免会说些没头没脑的话，动摇大家的信念。我得先镇住他。确实，易学博大精深，扯着易学大旗坑蒙拐骗的人，也确实不少。那你怎么证明你不是骗子？比如你脊椎不舒服，肠胃不好，伤双亲，尤其是你的母亲。你瞎说什么？大飞，别冲动。没其他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走。我的意思是，不说清楚不能走。相由心生，长什么样子，就会有相应的性格、情绪、身体状况等等。脸型狭长，身材瘦直，四肢细长，穿衣有型。你是典型的木型人。他这是在夸我。但木分阴阳，阳木正直，阴木则不受管束，说话硬，不接受反驳，抗上，伤双亲，母亲更容易受影响。大飞的母亲去世了。木克土，土主脾胃，所以你的脾胃不好。对，
我跟朋友一起出去吃东西，他们都没事，只有我经常拉肚子。团队上，何先生果然不简单。而且炕上的人脖子会不舒服。我颈椎痛，肩颈放硬。虽然我还是很难接受算命这件事儿，但都被你说对了。这有什么解决办法吗？我第一次遇见我师傅的时候，我也以为他是算命的。他还说，算命这个词用的有些低级。我现在能理解。啊，这么说你不是算命的？不重要，你可以暂时这么理解也没关系。你想要化解，其实并不难，播阴取阳就好。没听说过呀，什么是播阴取阳？遇到事情讲道理，明事理，去木生火，泄了木气就好了。简单说，就是做到2个字，一个是仁，一个是礼。啊，谢谢大师的指点，我记住了。虽然我从逻辑上理解不了为什么你能看出来我的情况，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我也知道卦不走空，这个您请收下。你确定不是遇见骗子了吗？确定，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，我也会努力改正缺点。这个是我的心意，请您务必收下。没想到无意间还感化了一个刺儿头，别说，还挺有成就感的。塔罗占卜可以解答你的疑惑。你能帮我看看最近的财运吗？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你好，请问是王三河大师吗？你好，我是王三河。大师的样子，不会找错人了吧？听说您可神了，我想找您算算。当然可以。您误会了，不是我，是我饭店的一个员工，这几天神神叨叨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中邪了。中邪？我倒是不信这个，莫非有什么原因？他见人就说明天可能会死，这都把我饭店的顾客吓跑好几个了。我开除他还赖着不走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。得见到本人才可以，烦请带路。天眼开，这也不是自己。你看看他这个样子，没有半点上班的样子。秋燕，你跟你老板说明天可能会死，是吗？你有隐形疾病？没有。昨天的体检报告都没问题，能有什么病啊？那你为什么会说到死这个话题？听着怪瘆人的。我只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世界的本质。世界的本质是什么？人终有一死，或早或晚而已。那你不会是虚无主义看多了，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吧？人生短短几万天，如果上班要以撒谎为前提，我做不到。撒谎？撒什么谎？人终有一死，极小，这是谁都无法避免的事情，而且每个人都不能确定自己哪天会死，也许就是明天呢。于老板，你敢确定你明天一定不会死吗？你敢确定吗？脑子，快想办法！我只是说了一个事实而已，明天和意外，谁知道哪个会先到呢？有了，你是修行人。灵魂知己呀！于老板，我先不占用你的时间了，我单独跟他聊聊。你说的没错，人终有一死，我们确实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，但在没死之前，我们是不是要好好活着？修行人讲求法布施，法布施比财布施的功德还大，是吗？对，我就是在做法布施，我要让人类觉醒。没毛病，但你看法布施，首先得有人听你说，对吧？你老说死呀死的，把于老板都吓着了，他都不敢用你，你还怎么布施？大家都清醒一点，
我们人终有一死，谁都无法避免。好可怕的人，莫不是中了邪吧？他好像是这家饭店的服务员。太晦气了！走走走，我们走，不在这吃了。就是。全完了！辛辛苦苦20年积攒的客人全走光了。你，哎呀！唉，这回任务可不轻松啊。可我还是要让人类觉醒，我应该怎么做？你如果先好好工作，先不着急布施，以后可能还有机会。而你现在一下子拔太高，把人都吓跑了，那就没机会了呀。是，我先不讲法，我先好好工作，等以后再讲法，对吗？对，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，宁可不讲，也千万不要让人误解了佛法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就比如家里客人临走时，我们会说路上注意安全，但不能说路上千万别被车撞死，免得被人误解。你这么说，我明白了。虽然想表达的都是路上平安的意思，但要说正面的话，终于搞定了，进度99%。老板，我就是小地方来的，不会说话。刚才王大师点醒了我，我都懂了。哎，我干活可勤快了，您别开除我，再给我个机会试试吧。这会儿还挺上道，看来就是修行修偏了，坏心眼倒没有。这样的人不屑于偷奸耍滑，吃苦耐劳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能好好活着？必须的，好好活着。我身体可好了，从早忙到晚也不累。你年纪轻轻挺厉害呀，我跟他聊半天也拧不过来，你怎么说通的？对症下药罢了。他喜欢玄学，就聊了点玄学相关的。你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厉害。对了，我家阴宅要调整一下，之前约好了一位风水大师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正修正念的。你有空来帮我参谋一下吗？天眼开，搬阴宅可不是个小事儿。我看你面相，运势上没什么大问题，为什么想去搬阴宅啊？那块墓地到期了，我知道迁坟是大事，所以非常慎重，专门请了上市的风水公司的大师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风水公司还能上市？这位是知名风水公司的杰森大人。杰森，英文名字的风水大师。终于知道于老板为什么喊我了。这个杰森看起来也太不靠谱了。你是王三河？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见过老道了？什么？那个疯老头？你是说我师傅？我是你师兄。这感觉似曾相识，这是老道能教出来的徒弟。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我还没来得及介绍呢，真不愧是知名风水大师啊！10年前我拜师的时候，你和一个师弟叫王三河，不过要等到10年以后才会见到。10年前？10年前我还没有穿过来啊！咱师傅的名讳是什么？当时太匆忙了，师傅没来得及说。天乙。哦，难怪师傅给我的那本书叫《天乙笔记》。师傅给我的书里极少提到阴宅和鬼怪，没想到师兄竟然会弄阴宅这些。师兄，我想学抓鬼。你不行。
为什么？抓鬼首要技能就是要跑得快。啊！我上次被一个鬼撵着跑了10几里地才脱险，而且我上学期1000米都没跑合格，没那个体力，也丢不起那个脸。这个师兄没几句正经话。啊，走了走了，赶时间了。就是这里了。不好，可能要尸变。怎么会尸变呢？于老板，你带着大家先离开这里。麻烦2位大师了。拿好了，保命的。师兄，你看，这个棺材朝向很奇怪，竟然斜着放。你说什么人会这么放啊？你确定这是人放的？不是人放的，难不成是鬼放的？赶快跑远点！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臭小子，我都疼成这样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师傅不是说玄学也很科学吗？是科学。你眼睛都这样了，这还科学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腐烂之气会生成无名的有害气体，容易对皮肤造成损伤。我离得近，影响比较大。那一会儿白天一会儿黑夜，怎么科学解释啊？地下腐烂之气会生成另一种无名的有毒气体，容易干扰精神系统，产生幻觉。你靠近下风口，影响最大。这家伙把我当3岁小孩呢！无名的有害气体到底得背多少？这才埋了10几年，哪这么快生成有害气体？1岁1枯荣啊！你还想学抓鬼吗？不想了，不想了。你的命里机缘适合多接触一些不同的门派，融会贯通才有大成。前段时间机缘巧合，我还结识了气功大师、佛家禅师。不错，可以跨度再大一点。跨度再大，比如跨越种族，跨越宗教，去拜访一下秉烛大师，是一位大修行者。这师兄还是挺靠谱的嘛。大师，我男朋友劈腿了，请您帮我做法把他弄回来。可以。需要多少钱？做法可以把他弄回来，但只是能把人弄回来而已。可以，人回来就行。其实，我以前也找过人做法，但被骗了。您德高望重，我相信一定可以把他弄回来。可以，但只是人回来，心不在你这里。要人就行。唉，只差一点。既然遇到，我便帮一帮你吧。天下之大，最不缺的就是男人，为何非要执念于他呢？我也不想，可我每次想到我们一起经历的种种，心里就酸楚的想哭，控制不住。你长得好，学历好，工作好，风华正茂，我觉得你的时间很珍贵，不必浪费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。我明白了，是我太执着了，谢谢大师。为何女施主的变化会这么快？其实她早已下定决心，只是差人推她一下。三河先生，阿英要生了，医生说胎心不稳，建议剖腹产。但阿英想顺产，你有没有办法啊？别急，我先教你一个养心手印：中指、无名指捏在一起，伸展其他手指，食指卷曲到大拇指指根。哦，让他保持这个姿势。三河大师，多亏了你，手印一掐上，胎心监测就平稳了。阿英一直坚持到顺产，
今天终于得偿所愿，七斤7两。孩子长得圆乎乎的，眼睛黑亮，可爱的很。啊，太多了，这些够了。这是报恩宝宝菩萨转世，深情不寿，惠子必生。哎，还有个事儿，阿英便秘了，因为顺产有伤口不敢用力，有没有什么好方法？试一下祝由术吧，用剑指虚空，在肚子上画个祝由便秘字符，7组1遍，一次可以多写几组。真神了！三哥哥，这小胖子之前就找原主哭诉他被骗的事。哦，是你啊，小包子，这次又是怎么了？杜乐他不理我了。啊，跟杜乐吵架了？不是。半天憋不出一个屁，我还是直接打给杜乐问问看咋回事吧。你跟小包子咋回事？没事啊。吵架了？没有。那咋回事？没事啊。得，又绕回来了。小包子找我哭得呜呜的。那你安慰安慰他吧。你跟他不清不楚的，我去安慰个鸡毛啊！有病吧你！哎，对，我有病，我缺心眼儿，跟挤牙膏似的挤了半天。你说他是不是因为太爱我了？这两个人的反应是爱惨了的意思吗？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他好久不联系我了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可能是什么事情让他生气了。但能生这么长时间的气，是不是恰恰说明他很爱我，我的小事在他心里都是大事。神逻辑，完美闭环。你们俩都是简单快乐的，都没坏心眼，还挺像的。呀，你这大拇指长得也太完美了，这拍马屁的角度也太别致了吧！我可不是瞎说的哈，我对相学也是有点研究。我看人先看手，这么多年我看了那么多人，第一次见到你这种大拇哥。这位大哥，你看是我这样的吗？哟，你这弯得很厉害呀！这种手相的人呐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哎呀，我们这种拇指不能向后弯曲的人呐，内心刚直，不会说好听的话，见谅哈。自己在这说了半天，还不知道你是来找王大师算什么的？大家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新来的摊主，主看手相，我叫大海，年龄大一些，可以叫我海哥，摊位就在这里。说起来，那个假扮紫袍道士的心理医生，倒是好几天没见过了。听说他上次在下水道里待了3天才被救上来，之后就疯了，进了精神病院，也算是自食其果吧。三河，你的大拇指最特别了。如果是干硬的指，为人会很固执，容易受挫，出力不讨好。而你的虽然很直，但不硬，关节匀称，是带着傲气的指。王大师，我经常生病，隔3差5感冒，这一波没好利索，下一波又续上了。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前不久搬进新租的房子之后就开始了。难道是他们房间的风水不好？三哥，这个星辰是我新室友，按道理说，如果是风水的问题，我们都会受到影响吧。但只有他自己生病，我和其他室友都没事儿。海哥说你看风水很厉害，你们一起过来帮我看看吧。嘿嘿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还得重新搬家，太麻烦了。别急，我们去看看。天眼开，屋里也没有其他东西，窗外也看不出来什么异常。没看出来什么原因。算了，可能是我跟这个房子八字不合，我再搬去其他地方试试吧。跟房子八字不合？你这是封建迷信。不迷信也不行啊！要是让你跟我一样天天生病，你肯定也得迷信。星辰，要不然你把头调个方向，睡几天试试？掉个头睡觉倒是简单，会有用吗？海哥，
三河大师，我掉了个头睡觉，还真有用，感冒好多了。不过我的脚好像有点不得劲儿。脚怎么了？就是好像脚趾的骨头缝有点疼。我知道了，床头那里大概率是有风煞的。啊！但窗户的风吹不到这个位置，空调也得吹门口，哪来的风啊？还有哪能来风呢？走，我们再去看看。我可不信你跟房子八字不合这种蹩脚的理由。最有可能的原因还是有风煞，风从哪里来，能吹到床上？停电了吗？我去，被卖家坑死了！你先在房间待一会儿，我去看看海哥那边怎么了。海哥，你那里出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被卖家骗了，网上买了个微波炉，刚刚一试竟然短路了，可能是跳闸了。噼里啪啦的，怎么回事？嗨，黑灯瞎火的，我拿手机的时候不小心要把钢盆、筷子、铲子、勺子啥的，都碰到地上了。没事，我收拾一下，你帮忙把电闸给扣上吧啊。海哥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你去帮星辰吧。三河，你快过来看！你房间的灯怎么还没亮？是刚刚弄坏了吗？不是不是，等会儿再说。你快进来些。怎么了？你自己看。空调怎么了？风扇。风煞在哪里？看到了吗？就是这个地方了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就是刚刚停电之后你出去了，我就在这儿想，风还能从哪里来？突然就看到那里透光了。真是天意啊！不然这么小的缝隙，正常情况下很难发现啊。这么小的洞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？其实风煞都是风受到了挤压形成的加强风，对人体造成的伤害。站在旷野里的风是构不成风煞的，越小的洞，风挤得越尖锐，伤害越明显。我以前也喜欢看些风水知识，但是太复杂的看不懂，太啰嗦的又记不住。您这么一讲，我一下子就记住了。学风水，你要是一条一条的死记硬背的话，那肯定是学不会的。家里摆放的各种物品，零零碎碎那么多，科技又在不断发展，陆续发明了那么多古书上没有的物品，靠背的话，犯不犯煞怎么看呢？对对对，我以前买过一本风水书，单单说腰疼，他列了100多，直接给我劝退了。是啊，现在网上各种风水小妙招，都是零零碎碎的，不成体系，看个乐呵还行。真要用的话，还真用不上。怎么样了，三河？需要帮什么忙吗？找到问题了，帮忙找点密封胶堵上就可以了。还得是你呀，三河。太感谢了，我去公司一定给你大力宣传，让他们都找你看风水。王大师，我想调一下事业运。奇怪，一般来说，只有事业低落的人才会想要调整事业运。他当下的运势看起来不但不低落，反而是非常旺。小美女，看事业运可以来我这里看看啊。不用了，我同事给我推荐了王大师，可灵了，我还是在他这儿吧。难道最近你没有升职加薪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上个月确实升职了，你真厉害。事业既然顺利，那你还来算事业运干什么呀？虽然赚的多了，但是压力也大了。大师，你帮我布个风水局吧，让我赚的多又没有压力的那种。你觉得首富跟咱老百姓相比，他们压力大不大？首富啊，他的公司那么大，应该会有很多事情，
压力应该比我们还要大。是啊，人家是首富，那么好的命，赚点钱还需要承受压力，咱们何德何能呢？大师，我觉得你更像是心理疏导师，跟你聊聊天，心情就好多了。你不太像个算命的。我本来也不是个算命的，怎样才像个算命的？布局啊，其他算命大师，别管水平怎么样，总会给我摆上点东西，这样才好收钱啊。哪有像你这样的，逼着人家直面惨淡人生啊？你这是没少算啊，见多识广。那是的，算命我是专业的。不过虽然布局不太好用，但心里总会开心一些，感觉有希望。那也就是付钱的时候感觉有希望，很快不就知道结果了吗？不是照样失望？对，不过失望之后，我可以马上再找下一个大师，买下一个希望呀。你要是寻求心理安慰，我倒是也有一些风水误解。哎，不对，你这么说不行，你得烘托，得推崇，你得告诉我，用了它我就能改命，心想事成，这样我才愿意花大钱把它请回家啊。你这是逼着我骗你，是吗？是这么回事，我怎么这么傻？你这也不是傻，趋吉避凶是人的本性，不劳而获谁不想？只是如果真有摆上去就能改命的东西，那得卖多少钱？老百姓肯定是买不起的。那也就是说，还是有很厉害的风水师，对吧？像首富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水师。富豪们又不傻，为什么要养自己的风水师？只是很多成功人士都尊重命理，敬畏风水，但并不是说靠风水就能改命。哎，也对哈，要不然怎么不能所有人都成富豪？你讲的道理很清晰，就是在措辞上感觉有点绕。被你说到点子上了，我在语言方面是短板，所以当年选了理科。反正你也听懂了，要不你重新表达一下，我学习学习。嗨，这我哪会啊？会挑剔的食客不一定是个好厨师啊！我之前还以为你是个算命大师呢，这么看你不是哦。我当然不是。不要给人算命，算命基本都是骗钱的，区别无非是说吉祥话骗钱，还是靠吓唬人骗钱。在师傅眼中，算命更像是个贬义词。那你怎么定位自己？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只知道自己不要做什么，还没想明白要做什么。你的确不适合当算命大师，你不会忽悠不行，当心灵疗愈师可以。心灵疗愈师，你倒是会选，这可是个潜力行业。真的吗？怎么说？从去年开始，进入了3元9运的第9个运离火运，心理疾病的人开始越来越多，各行各业会冒出来很多骗子。没钱的人抑郁，有钱的人也抑郁。心理赋能情绪疗愈，这是大势所趋啊。那太好了。不过这行的骗子也不会少了呀，我又不会忽悠，能行吗？这个简单，大不了你等人家见效了再收钱呗。呵呵，真是个好主意。哎，你有空的话跟我聊聊算命吧。算命是可以算准的，对吗？时间倒是有，但是我聊的算命，跟你说的那个算命，不一定是一件事儿哦。放心吧，我心中已经有光了，你随便说都行。那你能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去算命了吗？算命不是能算准吗？为什么不能算？怕窥探天机吗？窥探你个头啊！你能见到的大师，99%都是骗子，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。他们算不准？不，是不是骗子都能算准，除非他是个傻子。骗子也能算准？为什么？因为骗子用的是心理学。快讲讲，快讲讲！算命心理学，只要有人来问婚姻，就说他婚姻不顺；问事业，就说他事业受阻。只要不是来捣乱的，都会准。如果人家说没算准呢？不准就说他心不诚，两头堵。所以算命没有不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
请问这里有一位王三河大师吗？你来找王大师吗？来这里。你好，王三河大师。是他。对不起啊，太着急了。听说这里的王三河大师很神，慕名而来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有什么问题？大师，是我表哥，突然被查出是尿毒症，表嫂也得了抑郁症。你说是不是他家风水有问题啊？尿毒症和抑郁症在风水上是同样的问题导致的。尿毒症和水有关，抑郁症是情绪问题，也跟水有关。也就是说，水受伤了。水受伤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水不是真的水，是五行的气场属性，坎为水，在正北，也就是说，在风水上，正北见水了。太神了，大师！我表哥原来的房子正北有个大坑，一下雨就积水，像个小池塘一样。后来为了治病搬了新家，没想到还是没躲过。不知道还有没有摆放其他犯煞的物品，需要综合考虑。那大师，你等下，我现在跟我表哥打电话。哥，你的病有救了，我找到一个很厉害的风水大师。你是不是被人骗了？不是骗子，既然医学已经没办法了，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其他的办法？我不信那些算命的。不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孩子不是？哥，钱我出，不用管。没别的事挂了吧？不用你出钱，为什么不试试啊？我表哥没接触过玄学，等我一会儿啊。嫂子，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。我跟你哥在一块儿呢，刚都听到了。咱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能放弃啊！我哥还这么年轻。你的心意我们领了，你别被骗了。不是骗子，孩子还那么小，试一试吧。喂，为什么不试试呢？人各有命，也不一定调了风水就能救的。万一折腾一顿，没达到他们的预期，反而会被他们误会。缘分如此，不必强求。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钱比命还重要吗？他们有警惕心是对的，骗子确实太多了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他人命运。到我了，大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晕车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理？买个物件什么的都行。不用，八卦相术疗法里有个晕车相术070，你在心里默念就可以。相术疗法有没有什么依据？念个数字就有用了？相术其实是八卦的变形，8个卦分别代表不同的数字，对应不同的能量和信息。通过默念或书写特定的数字组合，可以影响对应的生理机能。那大师，我腰痛，是不是也可以用什么数字啊？1000650或者60005070，念哪个舒服用哪个。那眼睛问题呢？72006500或者单念003，哪个舒服念哪个。为什么你强调念哪个舒服用哪个？其实是以中医疗理为基础的，一人一方。好比90斤的病人和90公斤的病人，用药量是不同的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这么神奇吗？我太胖了，有没有能减肥的数字啊？010-820。牙疼可以试试嚼花椒、含盐水；晕车也可以试试肚脐贴生姜。三河大师，你说你这么神，是不是每天出门都给自己算上一算？你知道孔子吗？孔孟之乡，礼仪之邦，这不是对咱们山河省的宣传吗？孔子谁不知道啊？孔子说过：“善易者不。”擅长易经的人不占卜，占不占卜和孔子有什么关系？他自己不占卜，就不让别人占卜了吗？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善易者不卜，不是说不能占卜，而是说他们懂得阴阳变化的规律，不用算也能通过观察事物的征兆和发展，明白前因后果。如果事事都靠测算，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人生可能性，沦落成宿命的傀儡了。你就是在狡辩，我们塔罗牌都是可以自己给自己算的，你该不会是自己不精通周易找的借口吧？我的确不精通。不会吧？
我感觉道家不是也很信奉周易吗？哎，我知道了，道家师傅的衣服还有法器上经常有八卦图，而且算命也属于道家吧？儒家会算命吗？何止是道家，儒家、法家、兵家、阴阳家等，追根起源都离不开易经。所以，如果有人说他精通易经，那肯定是个骗子。修仙小说都不敢编得这么狂。唉，谁不想身边有个能掐会算的神仙大师，算命改命，顺顺利利的？路是自己走出来的，又不是算出来的，事在人为。那有人指点一下，那不是事半功倍吗？我换个说法，大家知道历史上著名的道士都有谁？我知道袁天罡，我也知道李淳风。其实还有很多道士，大家都认识，只是不知道他们的身份而已。啊，还有很多吗？我都没听过几个，快说来听听。李白、王羲之、贺知章。二月春风似剪刀那个人，原来他们也是道士啊！还远不止，苏轼、诸葛亮、华佗、张仲景、李时珍，他们怎么会是道士呢？这也太不像了吧！我查一查。道是一种规律，是养生的规律，是治病的规律，是识人的规律。道士也是人，也得吃饭，也得工作，也得养爱人和孩子。他们只是在各自的领域里，把道的规律研究到了极致。那你说历史上的道士，他们之所以出名，是不是他们会的道术多？简直是对牛弹琴。我只是举个例子，不是所有道士都出名，也有很多人根本不在乎名利。小姑娘，你这么执着改命啊？我给你看看手相啊。命一定能改，而且还能立马见效。真的能改命吗？快说说怎么改。一个注定长命百岁的人，如果天天拿刀出门砍人，会不会被抓住？那命里没有牢狱之灾的人，如果他非要去抢银行，会不会被抓？你这举例子都是往坏了改，谁想要这样的改命啊？改坏那也是改呀，只要能改就有希望。对呀，能改坏，难道就不能改好吗？哎，真的能改好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能向下改，自然就能向上改。给你举个例子，稳稳妥妥能考清北的人，想考不及格让自己落榜，容易不？这多简单啊！那不及格的人想考清北，可以不？这可以是可以，这是不是太难了？是吧？那你们想要的改命，还是想要的是不劳而获？改命有付出有收获，付出多大，收获多大。付出或者只付一个小小的红包，就想获得一辈子破天富，怎么可能呢？那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卖风水摆件呢？风水摆件，如果风水摆件能让人发财，那国家的扶贫项目直接给每个人发一串招财水晶手链，多简单。那这么说，风水摆件一点作用也没有吗？简单来说有用，但不是你理解的那种有用。你可以把风水摆件理解成一件羽绒服。冬天有用，但夏天就没必要买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么说就明白了。其实我们学预测是为了看清未来的路，分辨出哪里有坑，提前做出应对之策。哎，这个我赞同。这还是说的是财运、事业运。如果是健康上，甚至有可能是致命的，这么夸张吗？快说来听听。这么说吧，我们在正常体温范围内，温度越高，免疫力越强；体温偏低，有可能是癌症的前兆。啊，癌症啊，太可怕了！可怕是源于未知。大家知道，人体的内脏器官最不容易被癌细胞侵袭的是哪个吗？心脏。没错，心脏虽只占体重的0.5%，却能产生11%的热量。第二个不容易感染的内脏是脾脏，有造血功能，温度也偏高。那是不是说，适当提高我们人体的温度，就能有效的预防癌症？正常体温范围内，37.1度时的免疫力可是36度时的5倍以上的。是不是提高了体温就不得癌症啊？可不是这么说啊，体温只是一个指标。就像你语文只考了10分，我根据这个分数能断定你考不上清北，但并不是说你语文考了满分就一定能上清北。小姑娘，按你的说法，那癌症患者根本都不用治，直接放到锅里煮一会儿，是不是病就好了？
我懂了，三和的意思是不用去想体温的事，身体调养好了，人健康了，体温自然就正常了。对，从化学的角度来讲，酸碱度会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，体液酸化会导致溶氧量下降，缺氧的组织细胞就可能会癌变。你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这条街你王三和能出名了。我这儿可不只有天乙笔记，我手里的书有上万本。你真是太神了！我就说你适合当老师，今天简直像上了1年大师课。是啊是啊，今天收获太大了。冲着你这番真诚，我也会给你多多介绍客户的。喂，三和先生，不好了，孩子发烧了，想问问你有没有好办法？毕竟孩子太小了，怕他扛不住药。笔记，用红线从孩子的头拉到脚上，剪断，一头穿上针。拿一个碗，接一碗水，放在灶台上，穿针的一端搭在接满水的碗里，另一端搭在碗的外面。好，谢谢你。阿英，三和先生，真的退烧了。为什么红线放水里会退烧？这要怎么解释呢？这是祝由术的一种。祝由术除了符，还有咒，也有借助外物做仪式等方法，属于中医心理学，是一种意念疗法。意念？用法力操控吗？咱这又不是修仙，这是正经的医学，道医学。《黄帝内经》里有讲，骨子治病，唯其移精变气，可助由而已。啊，科学吗？忘了量子力学了吗？之前就听说那么个理论，量子之间有纠缠，也不知道到底科不科学。爱因斯坦也是奠基人之一。原来量子力学有这么多年的历史了。意念治病，咱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发现了。三和先生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奇怪的东西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小施主，我看你命里有一劫。陈师傅，你算得太准了。李师傅，我不服。大柱，您到底姓什么？我姓周啊。那怎么有人喊你陈师傅，有人喊你李师傅？怎么能跟你比呢？我跟他们不过泛泛之交，不必交实底。只有跟你说的才是真的。啊，我这么与众不同吗？这老头分得清，也算是个人士。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我呀，我会的太多了。这么说吧，就没有我不会的。怎么样，拜我为师，我就告诉你。天眼开！你看起来像卖药的。哎呦，要不说我看上你呢，一言中的。真的卖药？治什么的？包治百病。什么都能治，约等于什么都不行。保健品？差不多，但是用词有些低级了。那高级的说法是人家满嘴跑火车，哪有这种东西？我到底为什么跟他搭话？怎么样，拜我为师，我传授给你啊！是什么呢？修复五脏，拓展经脉，细髓聚气，滋养灵魂，延年益寿。还真是包治百病啊！五脏、经络、灵面面俱到。那必须的。面粉球还能有人信？小病死不了，自然就会有好转，说明我的仙丹好用呀。那大病呢？大病治不了的，医院都放弃治疗了。拜
个希望而已，谁会因为希望没实现找我计较？万一有人赖上你呢？那不能，赖不上，纯面粉制作，无任何添加剂，比你在外面吃的食物健康多了。直接把商业机密都告诉我，这么实在？为啥？您这样理直气壮骗人，良心不会痛吗？你懂什么？我卖的是希望啊，希望是无价的。有钱的钱，他们无限的希望，我这是在做慈善呢。差点就绕进去了，我怎么可能是职业骗子的对手？我这天赋也不行，而且你这技术我也用不上啊。您看啊，这一条街这么多摊主，要不您换一个机灵点的做您徒弟？别呀，你小子运气一直不错，自然不需要这些。但总会有人需要的。你看，没有我，还会有张师傅、李师傅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总不会害他们吧？那你想得到什么呢？我只是希望我这一辈子的事迹，如果要是有人能把它写进书里，流芳百世，我就没有遗憾喽。你看呢？要想说到人家心坎里的话，首先你得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第一题，这题我会啊。识人之术就是看相，对方还没开口就能知道他的性格、运势等等。怎么又低级了？我觉得还挺实用的，乐滋滋跟人分享呢。在这个大骗子面前，居然被贬得一无是处 ，PUA 我？那你倒是说个高级的出来，给我看看。孟子曰：“存乎仁者，莫良于眸子。”达芬奇说过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妙法莲华经也说过，一只脸上的志气，则尽收在一寸的眼睛中。看相先看眼。天眼也看不透吗？眼神清澈无邪，可他刚刚还在卖假药啊！不要怀疑我的慈悲和善良。难道是我太苛刻了？周师傅好像也没干什么坏事。面相、声相等，这些都可以伪装。看相不能局限于看得见的部分。难不成看相是要看那些看不见的部分？对，要看清一个人，更重要的是观神，也可以称为观气。这个很难伪装。老周，你到底算是哪门哪派的？你又狭隘了哈。甲骨文的道字是十字路口，中间画个大眼睛，指的是好好看路，认真看好人生的路。分什么门派？老顽童上哪懂的小，一套一套的。这孔子识人三部曲，第一步叫视其所以，说的是看一个人做事，不要听他说了什么，要看他做了什么。正话反话都让你给说完了啊！这第二步叫观其所由，不但要看他做了什么，更要看他为什么这么做。做同样的事，动机不一样，代表的意思也不一样。这小老头一想到他是卖假药的，总觉得难以升起敬畏之心。第三步叫察心所安，看对方的志趣所在，是安于清贫、安于上进、安于享乐，还是安于现实？依据对方的志趣来识别人品。老周的识人确实比我的看相更高级啊！喜怒不形于色的人，那就很难看透了。那还不是需要看相？只要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，可以通过微表情来判断。微表情 ？FBI 用的那个吗？什么 FBI 的？这是人体机能的正常反应。心无城府的人听人说话的时候，总是想咬嘴唇或者吐舌头。老周，你是不是发现我偷偷咬嘴唇了，所以觉得我心怀坦荡？你冒傻气儿的地方何止是这一点儿？那像我这样一个到处冒着傻气儿的人，为什么非要收我为徒啊？《论语》里讲，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。这是说我嘴巴笨，人木讷、迟钝，但办事靠谱。不对，还是在骂我笨呢。快看啊，那人也太帅了！是啊是啊，这不会又是哪个新摊主吧？这男生还是女生？这也太美了吧！是我眼花了吗？
老周被这年轻人的气势压得死死的，怎么回事？站不稳了。那是我师兄弟儿，怎么样？师兄就师兄，师弟就师弟，师兄弟是什么？啊！我说他挺好的。你不会看好我师兄弟儿，想跑去认他当师傅吧？哼，我还想好好多活几年。你看我那师兄弟儿是不是个极品？哼，是挺极品的。他真的很强，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谁能跟他匹敌，甚至连我师傅都不行。果然是个妖孽。你刚刚的表现怎么那么反常？反常吗？不过刚刚他看我的时候，我确实有些站不稳当。我师兄弟儿能无形中勾了别人的魂儿，所以大家都会痴迷他。没想到你居然能察觉，还能避开，真是个怪才。魂魄不是一个东西，而是两种东西。魂为阳，魄为阴。俗话说丢了魂，或者说谁的魂被勾走了，说明魂是好动的，容易被外力吸引。那怎么判断自己的魂魄是不是健全的？魂和魄日细分三魂和七魄，每一个魂魄受损症状都不一样。比如睡觉的时候，人都睡着了，为什么还有呼吸和心跳呢？这就是魄还在工作，它主呼吸、心跳、代谢等等。如果灵魂受损了的话，怎么调整？叫声师傅就告诉你。不告诉拉倒，说的我稀罕似的。哼，你别总想着给别人调理，以免伤着自己。我认识一位青牛师傅，今天有2场风水培训的课程，你想不想去开开眼界？走着。老话说，前有罩，后有靠，背后有靠山为好，但绝对不能死搬硬套。这青牛师傅还真是正经做风水培训、传播国学文化的老师。坐西朝东的房子背后能见山吗？这在风水理论中，再有4个方位是适合见山的。第一是正东方，我们也有一句俗话叫“东山再起”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没有贵人相助，怎么东山再起呢？所以东方见山则遇贵。第二个是西南方，对应8卦中的申卦。申代表大地，包容万物；申卦又代表母亲，气势旺盛，也代表治家有方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还有正北方？北方为玄武方，肯定是需要有山的。我家宅子也是坐北朝南的。不错，背山面水，寓意平安健康。最后一个方位就是东南方，有利于学习的。大家看还有哪些不懂的地方？青牛师傅讲的太详细了。是啊，经过老师这么一说，清楚多了。这位小友，你来说说，听我讲的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。详细说说，哪里好？青牛师傅这个名字起的是真好，既勤奋又倔强。青牛师傅讲的结合实际，运用灵活。古代房子基本都是坐北朝南，古代说的背有靠，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背面有靠山，而是仅仅指的北面有山为吉。而现在的房子坐向各异，青牛师傅并没有死背经典，盲从古籍，而是充分考虑到了现在的实际情况，因地制宜，更为科学。说的不错。这节课先到这里，大家下课。小友，你夸人夸得不走心呢。你对我讲的内容有意见？短板呐，我那么认真表扬了他一大堆，这也没能给糊弄过去啊。我这个徒弟是个嘴笨的，你要是非要找不自在，我也不拦着你。哼，那还请你给我说出个1、2、3，我向你学习学习。哎呀，内容讲的是挺好的，也很精确，
就是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。如果我不会的话，你这么讲，我最多就听个热闹。我这徒弟啊，厉害着呢，比咱2个老头子加起来还厉害，他都听不懂。那你这讲的，还差点意思呀。那如果是小友来讲的话，会怎么讲？9宫格1、2、3、4位喜见山。你这小友确实厉害，我服了。咱老祖宗的文化传承还是得靠年轻人呐。你现在是做什么的？你这水平，才是应该出来讲风水课程的人呐。我讲不了。哎，你太谦虚了，你讲的比我好太多了。你不出来讲课，是我们全部人的损失啊。我要是开培训课，你能讲1上午的内容，我1句话就讲完了，我找谁收学费去？这个简单的，你多讲点跟风水相关的废话不就行了吗？老周不说了吗？我嘴笨，不会说啊。你这小友有点意思哈。像青牛师傅这样踏踏实实搞学术的人，居然还愿意放下架子，不耻下问，这份胸襟没几个人能做到。今天还有节课，也请你们帮我听一下吧，看看哪里需要调整，能更便于大家理解。去，你怎么调整关我们屁事儿？你帮我听一下，我送你一件珍藏的宝贝。我的徒弟要什么没有，会稀罕你的宝贝？要不我记账，欠你一个人情。以后你有什么需要，只要我办得到，绝不推辞。修行的人都很看重因果，我只是听听课就能换他这么重的一个承诺，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。绿衣服的同学，你来说说吧。老师，我发现身边很多人普遍性都有鼻炎，这跟风水有关系吗？有鼻炎的请举手。我喜欢让事实说话。先别着急，大家掌声欢迎三河给详细分享一下。这是心理学上的投射效应，也叫虚假同感偏差，认为他人也具备跟自己一样的特性。简单来说就是你以为的未必是你。还是不太明白。比如一个喜欢出轨的人，他会以为其他人也喜欢出轨。还有个常见的例子，如果父母觉得冷，他就会想方设法让孩子也穿上一条秋裤。我明白了，投射效应就是把自己的认知投射到别人的身上。大家喜不喜欢小友的分享？喜欢。那下面我们请小友上来给我们讲一下这节课的内容。好，我是来听课的。哎，讲两句嘛。哼，要我来讲的话，刚才抄的那一大堆废话，就不用背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老虚究。不过背下来的也好，还是有用的。没背下来的也不用硬背，都是有规律的。八卦歌诀其实是一一对应的，乾3连，坤6断，震养鱼，艮复碗。先天八卦的歌诀，代数，代数顺序，位置图，八卦人物，都能一下子记住了吧？记住了，这就讲完了。基础知识背下来了，剩下的就很简单了。记住，有鼻炎的人一般脾胃有问题，虚弱或火旺。老师，怎么化解呀？如果是煞导致的，能搬的搬走，搬不走的挡住，都不行的，再考虑请师傅上门化煞。如果是能量失衡导致的，高能量的物品搬走，放上2盆水，降低能量就行。多大的盆啊？问得好！上次课有个小伙子有头皮屑，在厨房放了2碗水，头皮屑就不见了。如果房子大的话，
可以选更大一些。盆子材质有要求吗？不锈钢盆子和红色塑料盆，你们觉得哪个合适？红色塑料盆不行，放水是为了降低能量。红色盆不又加上去了吗？学得不错，这节课就到这里。画的挺漂亮的。你这是研究什么呢？啊，就是看着这个线的路径挺眼熟，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绕来绕去的，有点像乌龙盘打。乌龙盘打，没听说过。是中华武术的一种基本功。哦，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是挺像的吧？不过你刚刚说没听过乌龙盘打吗？怎么会联想到这个？啊，我之前跟一位教剑指功的师傅学习过，其中就有这个动作，只是我不知道这个动作的名字就叫乌龙盘打。你还会气功外气疗法？你们两个怎么还耍上把式了？谁会气功外气疗法？啊，疗法谈不上，我就去玩了几天剑指发气而已。厉害呀！五指的五行顺序刚好对应着九宫，食指为肝木，中指为心火，两指并拢，木火同发，其气属阳。木、金、水，这次终于被我抓到了。小友，你刚刚是怎么了？你们听说过七星连珠吗？夏朝灭亡、秦朝灭亡都出现过七星连珠现象，七星连珠被视为不祥之兆。七星连珠作用力叠加，对地球产生极度的影响。这些星体质量加在一起，也不足木星一半大。哎呀，你这哪里是收了个徒弟，分明是找了个好师傅啊！徒弟都这样厉害了，何况他师傅我呢？小友，你看这第二场课有什么建议？课上不是讲过了吗？小友，你这样不够仗义啊，再多给点意见吧。我的徒弟需要跟你仗义吗？如果是我的话，讲室内风水之前，我会先讲室外，把大格局先定下来。哦，比如说安家，先找个社会治安好的国度，再考虑具体的风水。战乱的国度风水再好的位置，也不如在和平的国家找个风水普通的地方。小友有见解。青牛师傅，咱提前也没商量好，你突然让我上台讲，就不怕我讲不好给你丢脸吗？不会，如果你讲得好，说明我慧眼识珠；如果你讲得不好，那说明我的专业能力更强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是长脸的呀。啊，他这个强大的逻辑，我真是服了。论有个好心态的重要性。小友，你前面说你话少，做培训方向不行，那你之后打算一直上门去给别人看风水吗？风水嘛，我不想简单给别人一个现成的答案，而是跟大家分享一种思维方式，让大家可以自己推导出无数的答案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倒也没那么志存高洁，就是个人的怪癖。如果你缺衣少食，我愿意帮你种粮食，我认为这是善举。但如果让我嚼烂喂你嘴里，我就觉得有点恶心。好好的事儿，怎么让你形容的这么……哎呦！我这徒儿真是又有能力又有个性啊！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？你呀，天眼开！你说我姐之前腰疼，
按你说的，泡了脚不疼了，这最近又开始疼了，这是为啥？他是不是不爱穿袜子？我姐手心脚心偏热，之前还去看过中医，大夫说不是五心发热，问题不大，就没调理。她脚热不爱穿袜子。哇，三河，你都没见过星辰的姐，她穿不穿袜子你都能算出来呀？你也太神了吧！对啊，海哥不说我都没想到，你这面相、手相、生辰八字啥都没要，就直接能算出来吗？你们俩下次不要用算这个字，容易掉进神叨叨的迷信里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讲的是运行规律，所有的测算都还是推理的过程，利用已知的条件或已收到的感应推理出来的结果。那不穿袜子是怎么推理出来的？按时间推算，冬天的时候好用，说明对症他的腰疼是肾的原因导致的。泡脚能促进脚的血液循环，养肾。而现在是春天，天气暖和了，反而效果不如以前，说明脚受凉了。天气热，脚反而凉了，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？就是不爱穿袜子。就这？推理本来就很简单，无非是阴阳之道，最多加上五行和八卦，也没复杂到哪里去。本来挺神奇个事情，让你解释完，有种看魔术被揭秘的感觉。一阴一阳很简单，复杂的是人心呢。不要总想让别人利用心理学的漏洞来套路自己，上赶着被骗呀！臭三河！别砸！你拿的可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天医笔记。天乙天甲都没用，看你还敢嘲笑老娘！啊，天乙，这是天意呀！到我手里可就是我的了。让我看看，原来是天乙呀！周师傅，你认识我师傅？那当然不认识。晚上有几个老头聚聚，你来不来？有神人，这是怕我拒绝他，故意拿神人来诱惑我的。这边是讲姓名学，那边是在讲能量灌顶，同时进行的。听了一边就不能听另一边，你来选择吧。姓名学，天乙笔记里也有，是大段大段的文字，我不太喜欢，看的不多，但毕竟还是有。能量灌顶，笔记里可没写。我选这边。能量代表着一切，我给大家做的灌顶，直接是用灵力输入的。一次能量的加持，寿命至少可以增加30年。哇，30年！感谢大师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如果抬定就走，感觉好像是来砸场子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肚子！哎呦，哎呦！您慢着点，我扶您去吧。好，好。好小子，你怎么只听了一句就不听了？您听听，他灵力传输一次，给人增加30年寿命。他怎么证明人家原来寿命是多少年？我看就是一骗子。我怕我再坐一会儿，一不小心问出来，真变成来砸场子的了。你小子就是聪明。走，咱们再去看看这边的神人。这个老爷爷的气势虽然不如刚才那个，师傅，我的名字里有个辛字，辛谐音为辛，有辛苦之意，也为辛，有新生之意。在感情婚姻上，一心就要变，一变就要乱。
辛字本身就是欠加金，就是说欠斤两，欠火候，一雕链子。辛字右边为欠，与土成坎字，遇到土年容易有坎。还有我的名字是雨。雨向下，消极。如果姓郝，叫郝雨还可以；叫凉雨，秋天的雨是凉的。我请，不招人待见。是有点道理，难怪那个叫钟宇的人身上的负能量挺重的。大师，我的名字是亮，好不好？还有我的名字带铃。行，算什么算？不算了。你们这样一个一个问，整得好像能记住一样。前面说的都能记住吗？说的也是哈，是吧？你们问到明天早上也是白问，反正也记不住，那咱们不就白扯了一晚上吗？给你们总结一下，好好听着啊。小孩起名字的时候，禁忌尽量避开一下。您说，我记一下。起名字首先要考虑好，确定用哪个。没有特殊原因的话，尽量不要改来改去的。这个大师居然不忽悠人。有时候一些号称是姓名学的老师，一顿忽悠就是为了卖给你个名字。如果真的能换个合适的，倒也算他正心正念。那我们普通人根本区分不出来谁是真的，谁还是忽悠的。不过换个名字，至少心理上有点安慰吧。实际上，新换的名字也不见得比你原来那个好。无端端的扰乱你的信息场，信人不如信己。大师，无论从字音、字形还是字义上，都兼顾到并不容易啊。有什么好的方法吗？你提的问题很好。如果是大姓，比如姓王、李、张、刘、陈等，起名字的时候要避免简单字，避免重名，发音要阴阳平衡，朗朗上口，大气饱满，气韵会更通畅。拗口的不行。起名字从字形上要避免全是横、竖、斜或者框的字，比如川，太流畅的水驾驭不住，容易有意外等等。还要避免伤害符号，易受伤、易手术等，比如风、花、纳等。带鸽字有口舌或争动，较容易受伤，比如尧、细成等。三撇则伤人、伤财、伤感情，比如真。大师，李时珍不挺好的吗？怎么还伤这个伤那个？这些字儿不是说用了就一事无成，只是在某些方面受伤或者不顺而已。比如李时珍明明很聪明，就是考试总落榜；明明是太医，非得放弃公职去写书，书还出版不了，但后世口碑名声都不错。所以名字里犯了某个字，也不用太纠结，总有好的一面。生僻字不用，多音字不用，谐音奇义不用。我明白了，比如神经，谐音神经，见人就会丢脸，也会影响心情，从而影响走势。不错不错，今天我没白讲，大家能学到东西就好。老头，我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。大师，虽然您说不要随便改名字，但我还是想改个更好的名字，能不能请您帮我选一个？是啊，还有我。是啊。你们这些人呢，就是准备好了想要出钱的人呢。没问题的，大师，花钱我们也愿意。改名字需要多少钱？看你们这个迷糊劲儿，这钱不是出给我的，是把钱给骗子们准备好了。这个名字花了9800，三才五个打分能打90多分呢。问我值不值？你们说值不值啊？卫生巾。如果这个9800能让你看懂阴阳，就值得。如果还看不懂，那后面还得准备好多个9800等着骗子来拿。这个老头还挺有意思的。你个卖假药的，看看人家这格局，都是老头，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今天呢，还只是讲了字的阴阳而已，还没讲笔画，比如横多代表财富，竖钩伤身体等等。就好比一件衣服只讲了布料，还没讲剪裁、款式、尺码，离成品还早着呢。想起个好一点的名字，没有个把月，随便拿出来给你就是糊弄人。
但是真的会有人愿意花个把月的时间给你起一个名字吗？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自己才会对自己的事这么上心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人有名，树有影。这老师傅还真是博学哈，竟然还读《金瓶梅》。树的影子就像人的名字，可以通过影子去推断树的状态。但是把树调好了，影子自然也就好了，所以不必揪着影子本身。那改名字到底有没有用啊？如果只改影子，也没什么大用。姓李的都改成李嘉诚，就能发财吗？那是不是因为命理不匹配？匹配无非是五行强弱而已。你们猜，能匹配的改完名字，人生能有多大不同啊？那是没用。没用？我还费劲巴拉、唾沫横飞的讲一个晚上。这老师傅太有趣了，幸好从隔壁屋的大神那边跑过来。你说有用还是没用啊？还是有影响的。如果一个小男孩叫卫生巾，那在学校很难抬头，同学会起外号，不利于交朋友。有道理啊，确实是这样。所以说，虽然有用，但不建议随便改名字。要回家睡觉喽。青牛师傅的师傅要庆祝90大寿，他问你去不去？青牛师傅是个老学究，人很实在，他的师傅应该更厉害吧？听说这次庆寿很隆重，他的师兄弟们也要来不少。那得是多少大神啊！人家师兄师弟们给老神仙祝寿，咱们去合适吗？老神仙很少露面。青牛说这次祝寿他们会带一些有所求的人过去，给大家排忧解难，也算是为他师傅积福增寿了。什么时候？下周日。那头牛说你去可以顺便捎带上我，我算是跟着你沾光喽。这老神仙步伐轻盈，不失庄重。最神奇的是这一头黑发，很难想象这是一位90岁的老人。接下来是答疑解惑的环节，请大家。这是我师弟，是大家的意见。代替他进来。这老神仙置身事外，看得乐呵。我想问一下，我兄弟最近的情况。他是犯事跑了，逃治逃。这是我三师兄。他是因为桃花犯事儿的。这是我二师姐，那个是我大师兄。他只是想要逃，但最终没能逃掉被抓，又因为桃花四肢受了伤。现在的位置是你们所在地区的西南方向，你可以托关系打听一下。他确实烂桃花缠身，犯事跑了，不知跑哪儿了。我现在就安排人去西南方向打听一下。看老神仙身体轻盈，不知道能不能请问老神仙的保养之术啊？心情好，身体就好啊。百病生于气，不生气就不生病。我愚钝啊，还请老神仙明示。如果跟父母、师长、领导等人生气，就伤上面，脖子和头不舒服；如果是跟爱人或同事等平辈怄气，就伤到筋骨、消化；如果是跟孩子失了和气，就伤下面，腿脚部位会有不适。哪里疼就想对应的人，把生的气连根拔起就好了。唉，人活着有几个人能做到不生气呢？那生气了该怎么把气连根拔起呢？忏悔和感恩啊，是这宇宙中最纯粹的力量，能消除一切负能量。无论儒家、佛家还是道家，都在讲忏悔和感恩。我兄弟刚刚已经打听到消息了，他确实被抓了，腿断了，是因为女人，方向就在西南。多谢各位大师指点。我也是医学爱好者，刚刚看到各位断卦时，什么都不问，看到棵树就能给出结果，而且每个人给的内容还不一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梅花易数的外应断法，关键就是看这一念之间，每个人的念并不相同，感应的是事件的不同方面。桃代表逃跑，又代表桃花，这还算好理解。
但怎么会乱探没跑掉，被抓了受伤了？还有具体的方位呢？桃树，桃通桃，他想逃，但树有根，逃不了，会被抓。树枝有折断，枝同枝，四肢受伤。有句老话，桃养人，性伤人。这桃养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受伤了，需要养着。那为什么受的伤呢？树枝被折断，桃花好看，故受伤是因为桃花导致的。这是阳桃，阳通阳，未阳。掌中诀上看，未阳代表人在南偏西的方向。这也太神了，一念之间的意思。是不是说答案是不固定的？下次如果遇到找人的情况，再看到桃树，也不一定表示他没能逃掉。对，断话用的是心神感应，刻意的就不准了。那是人为，不要动脑子去干预结果，也就是老子说的无为而治。这也没个定法，太难把握了。请问大师，神请到家里，有些原因不得不送走他，他们会祸害人吗？正常的供奉不会。可是我想送走，又不敢送，是地藏王菩萨。有人说供奉地藏王菩萨容易招来小鬼，我怕会祸害家人，所以想把神像送走。这大姐看起来是真的害怕，送不走怕招小鬼，送走又怕送神难，怕神明报复。爱听佛经又爱礼佛的小鬼，你认为他们会祸害人吗？您的意思是，鬼也分好鬼和坏鬼？大师，送神走会惹神不高兴进行报复吗？我朋友家就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他家把地藏王菩萨送走之后，好像真的不太平。佛菩萨是慈悲的代名词，怎么会报复人呢？送走的时候，请师傅做个仪式，告诉一下爱听经的小鬼，佛菩萨搬家了，到新地址去听经就好了。明白了，喜欢拜佛的小鬼肯定是讲道理的。瞧吧，真的有好多小鬼，还到处乱跑呢。谁惹他们不高兴了，他们就弄谁。哼！请问师傅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与小鬼相处呢？人鬼殊途，你跟小鬼儿相处什么？到处都有小鬼在搞事情，我们得想办法跟他们搞好关系。你说的鬼指的是什么？鬼就是鬼吗？在1940年 ，M 国建成了世界第3大桥——阿克马海峡大桥，刚通车4个月，却被一点不大的风吹塌了。这是不是你说的小鬼搞事情？对，那么大一座桥都能搞塌了，绝对是个厉鬼。但工程师们不信邪，他们请了一位天才科学家调查，他发现导致坍塌的元凶是卡门漩涡效应。我虽然是学理科的，但对这个效应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。三师兄，你还是给大家讲一讲吧，我们也都不懂。你们看，如果这瓶水放在流动的水里，水被它阻挡之后，瓶子后面的水就会形成2道漩涡，漩涡之间会发生共振增强，桥就被震塌了。这就是卡门漩涡效应。鬼是大部分人对未知的一种恐惧心理，不是很多小鬼在闹事，而是人们把很多不理解的事赖在鬼的头上而已。那您的意思是，鬼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？才不是呢，就是真的有鬼。比如呢？反正就是有鬼，很吓人的。小朋友，你认为的鬼是指人死了之后的灵魂，对吗？对，鬼魂。鬼魂那就更没必要担心了。我们人跟鬼魂比有什么区别？他有的你都有，他没有的你还有，你怕他干嘛？可是，对呀，怕他干嘛？鬼比我们人就是少了个躯体而已，他们不过是一缕残魂，一个执念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师傅们，我看到别人修行能开天眼，能感知到正常人感知不到的东西。我开天眼被发现了。我也想修行，但有人跟我说我的体质不适合开天眼。我想问问，我真的不能开吗？修行了，开了天眼，感知会更敏锐。你想追求的是这个结果，对吗？但又怕自己体质不合适，
或者说没天赋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从3个方面来讲：第一，修行。难道他认识给我开天眼的老头？第一，修行不是说打坐或者练功才叫修行，人人都在修，不存在天赋的问题。第二，开天眼。来了，天眼的事儿。无论佛家、道家都有神通，但不提倡追求神通。神通来了就来了，走就走了。追求神通是旁门左道，没有旁门左道方面的天赋，未必不是好事儿啊。到了师傅这里，没有天赋还成了好事儿了啊！我这算是因祸得福了吗？第三，感知敏锐，这个无所谓天赋。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，买房子的时候怎么知道房子干不干净？我听说过，去看房子的时候抱个婴儿或者牵只狗，如果婴儿哭闹或者狗乱叫，就说明不干净。对，这就是借助小婴儿或者狗的敏锐的感知。狗都会的东西，我们还怕没有天分？敏锐的感知，我们从一出生就有，小婴儿都会的，为什么很多人长大了反而不会了呢？这跟天赋有关吗？这就是《道德经》讲的“无为而治”。小婴儿没有那么多妄念，感知自然敏锐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我之前还以为打坐就是修行呢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理解，其实是因为打坐能静心，是放下妄念的一种常用的方法。我懂了，无关天赋，我只要认认真真修好我自己的行为就行了，对吧？时间不早了，最后一个问题我来回答，谁来提问？好机会，你可以问问你以后的发展方向。时机到了，自然就知道了。这个机会还是留给别人吧。请教老神仙，济世救人算不算借助他人因果？会不会遭到反噬啊？好问题。那么什么算介入，什么算不介入呢？历史上有名的华佗、李时珍他们妙手回春、起死回生，算是介入他人的因果吗？这应该是介入了吧？怎么才算求到了？首先得有诚心吧，好像感觉还是差了点什么。如果现在有一个人正在被追杀，到你面前跪地求救，你这因果是介入还是不介入？知道为什么一人消灾容易五弊三缺了吗？难道是因为泄露了天机？如果泄露天机，就要五弊三缺。那电视上天天播天气预报的那个人应该缺吗？还请老神仙解惑。给你们讲个小故事吧。张三打断了李四的腿，李四要报仇，张三怕遭受血光之灾，便找人帮忙化解。村里有个王五是热心肠，喜欢帮助别人，他愿意帮张三。你是谁？我是代替张三来道歉的。滚回去告诉张三，我会来找他的。张三，你得感谢王五。李四这下才觉得心里平衡了。忏悔和感恩是宇宙中最纯粹的力量，能消除一切的负能量。如果是张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
诚心诚意去找李四成，事儿自然就了了。所以说，风水鼻祖郭璞、弟子武尊叛乱被杀，幼瑶失足金房，被理由犯罪处死，都是因为介入了因果。作为一代宗师，他们不是算不出来，而是介入了因果，算得出来，但躲不过去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大家回去休息吧。要无为，要顺应，还要避免介入因果，这也太难了。能被后世称颂的仙人，都不只是因为自己厉害，而是因为他们都在济世渡人。不管是医学方面的，比如华佗、李时珍，还是易学方面的，比如袁天罡、鬼谷子，都是引导他人成为独当一面。啊，这鬼谷子不是写兵法的吗？他跟易经有什么关系？鬼谷子姓王名许，又名王禅，兵法家尊他为圣人，道教尊其为王禅老祖，算命占卜的尊他为祖师爷。老神仙，那我现在做的，难道不算是济世救人吗？只让自己成为有道之士远远不够，让他人也能成为有道之士，才是从根本上的济世渡人。哎，三哥，2天没见你，你去哪儿了？算是去进修了吧。哎，这2天慕名而来找你的人多的都快排到 F 国了。青牛师傅，哎，你有没有遇到那种给你提供假信息，让给算卦的情况？能算准吗？我主要还是做培训教学，很少见到这种挑衅的。要说啊，这2位见的世面多，你们俩谈谈呢？我还没出师呢，哪儿见过世面啊？不过我觉得算命是一种推理，可以先根据其他条件辨别信息真实性，筛选真实的信息，再推算。你说靠推理？算命和占卜也叫术数。哼，跟那种人推什么理，还推理？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他都不把自己当个人，你为什么要跟鬼说人话？这老头的思维模式还真是清奇啊！见鬼要说鬼话，我就是要鬼话连篇的，哄得他信以为真，然后发自内心的给我说声谢谢。你呀，就是太认真了。你也是老古板，你们再琢磨琢磨寿宴上的话，讲话也要阴阳搭配嘛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这样才平衡嘛，全阳合道吗？确实，虽说说谎不好，但为人处事中过于阳刚，则圆滑不足。我才不要向你学习。青牛师傅，你的师兄弟们看起来也都是很严谨的性格哈。他们都是做什么的？大师兄跟我一样是做培训的，但我只讲风水方面，而他培训的面很广，八字、奇门都有。二师姐是卖保险的，别看她年龄大，她卖保险可不是像别人那样一顿狂说，而是给客户排排运势，分析哪方面会有波折。这真是个好创意啊！三师兄做过桥梁设计，他说风水就是建筑学，风水和桥梁设计这对口吗？你还别说哈，他说的那个效应好像确实属于风水哈，还真是。
还是有关系的。律师跟风水也对口吗？确实不太对口啊。但是律师需要处理情感纠纷呐、二姐啊什么的，跟命理对口。这个手势，大拇指包在手心里，是有什么说法吗？这是道家常用的一个养生手印。镇惊、辟邪、安神都还能听懂。祖窍是什么？祖窍就是这里两眉之间，被视为入道之门，是天地灵根之所在，可以延寿不老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怎么样才能修啊？你可以看看张伯瑞的《悟真篇》。看书啊，那还是算了吧，还是改天去听听您的培训课，比较能听进去。嗨，夏荷。上次你说阳气什么的，说不要早晨吃凉东西，晚上洗头，吃冷饮这些，还有晒太阳、泡脚、运动比较好。对啊，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？就是简单的阴阳啊。但是我朋友说早晨洗头才灭阳气呢，说我记反了。可不是我说的啊。早晨灭阳，晚上增湿。那他说什么时候洗头好呢？说是中午。这倒是对。中午阳气最足，洗头洗澡肯定比早晨和晚上好。可我中午一般都在外面呢，哪有空去洗头啊？那你朋友是怎么做的？他说身体强壮的人早晨洗还是晚上洗都没事儿，体质弱的话最好就是要快点洗，灭的阳气少。有个问题，洗澡是越快越好吗？喂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唉，槽点太多，我在想从哪里下嘴。他说的不对吗？不对倒还好说，直接否定了就是。问题是他说的真假参半，就不太好弄。要不然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人体是有温度的，正常范围内温度越高，身体越好。活人才有温度，死人没有。也就是说，人要想健康的活着，火是必不可缺的。正常情况下，灭人体之火的所有行为都是有损伤的。九宫图你还记得吗？